记仓库。什么人？仓库重地也敢硬闯？在神都，除了这间仓库之外，还哪里有大叶香樟啊？咱神都啊，不产这个大叶香樟啊，充其量啊，也就是老百姓家里有那个樟木条，可以驱虫啊。他人你也知道，从南方运到这里，就是堆在我这里啊，然后再分工送到这个大福仙寺。那最近除了我们，还有谁会进出这间仓库？就是这些搬运工啊，大人里面请。哎，大人就是这儿啊，所有加工好的樟木啊，全在这儿了。啊，不务正业，挺有城府。既然都知道樟木的存放位置，刚刚为什么不直言相告啊？胡大人的心思，岂是你这种人能揣测的？管事，哎，这仓库多久没有清洗过了？哎，瞧您说的，按照规定，我们每个月都要清洁仓库的。咱们这儿可有樟木的运输路线和停放的地图？啊，有，小张，地图。哎，啊，去不去？大叶香樟啊，不是本地树种啊。大人您看啊，这圣人啊要修建大福仙寺啊。来，大人您瞧，这圣人要修建大福仙寺，这木材经洛水运往至洛阳，后经由仓库，最后再到大福仙寺。大福仙寺。行了，交给我了，晚上回去等着我。来，哎，你怎么又走了？曾生，曾生，哟，挺认真啊，破案的。怎么样？有什么？看什么呢？你还挺适合这件衣服的，有什么发现吗？哎呀，有些地方没去成，但不过目前查探到的地方来看，香樟味浓郁，并没有血腥味。有没有可能这些女孩都在有樟木熏香的地方待过？写着点啊，新樟木和旧樟木之间的味道是有细微之差的。闻了大福仙寺和仓库，可以很肯定的一件事，就是新樟木的味道。我姑且相信你的那套气味理论。那第一起酒楼的案子中，牡丹消失了大概半个时辰，我们减去放血用的1刻钟，还剩下3刻钟。你有把握在3刻钟内抱着人跑这样一个来回吗？酒楼到大福仙寺，不行；酒楼到仓库，也不行。让你也不行。那就是在运输途中染上的，那更不可能了。运送尸体的时候，尸体一定是被包裹住的，即便是遇上了，也很难覆盖到衣服上。那要你这么说，这3个地方都有可能成为杀人取血的地面。那凶手是怎么做到在这3个地方
用半个时辰完成杀人放血的。倒是奇了怪了，哪儿出问题了？我知道了，你狗鼻子出问题了。谁是狗鼻子？你才是。总之，我会将此事禀告胡大人。我们应该还要去一趟酒楼，毕竟那是第一案发现场。或许我们疏漏了什么线索。还算有点聪明。走吧。掌柜的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大人，我们这几日不开张。无妨，我们就是来溜达溜达。啊，这福来酒楼在神都颇有名气，如今竟落得如此冷清啊！大人您也知道，发生那么大的事儿，客人们都不愿意来了，伙计们也都走光了，现在就剩我一个人在这打打杂什么的。杂役啊，这几日有没有什么可疑人员？别说可疑的了，人都没来过一个。啊，掌柜去哪儿了？掌柜的说他身体不适，在家休息呢。那天晚上凤凰来之时，有没有什么人突然跑出去了？记不太清了，我可能得想想。镶钻。大人，这个是事发前新买的香粉。哎，奇怪，这只用了一次，怎么少了2盒啊？有人偷偷换掉了镶钻。那就对了。事发当天，我们每个人都见过牡丹。当时堂官提醒我们，牡丹点燃了一支香钻，于是，在众人的潜意识里面，通过香钻倒推见到牡丹的时间。但殊不知，有人偷偷换掉了已经燃烧掉一半的香钻，如此便在众人的潜意识里面缩短了牡丹失踪的时间。所以，之后的命案，大约都是每隔1个时辰发生一次。这样的话，仓库和大福仙寺都有可能是第一现场。但我还是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把尸体送回酒楼呢？因为他们想拉我下水呀。看上去好像是针对圣人继位，其实主要对付的是我呀。大人，此话怎讲啊？这起案子，只要我在现场，就只能交给大理寺来查。这起案子还牵扯着圣人继位时出现的凤凰祥瑞，我若查，必然会牵扯出圣人登基时的旧事；我若不查，军令状为先，之后便是革职。此案一箭双雕，看似拿捏圣人，实则也顺手除掉我。大人，当今朝中与您不对付的只有孙承景一党，可如果真是他干的，他就不怕没把您拉下水，反而把自己的荣华富贵给搭进去了。或许有什么无比重要的理由，使他即便丢掉自己的荣华富贵，也要把我拉下水。掌柜，哎，你说，这个仓库的钥匙，你们这儿都有谁有啊？只有杂役小郭他有。那他有没有可能交给别人？这绝对不可能，因为我一开始就叮嘱过他，如果他把钥匙借给别人，万一这仓库丢什么东西，我绝对饶不了他。他会借给那个堂官吗？那绝对不会。那个堂官呢，他虽然说平时比较勤快，但是他手脚不干净，这点啊，我们都知道。那牡丹宴开始前，杂役在什么地方？他应该是在后院忙活，平时他还做一些运输的事儿。他从什么时间开始来您这儿干活的？大概1个多月前吧。曾生，之前你们也查到，那个堂官也是1个月前
才突然开始有钱的。是的。那杂役平日里有没有什么习惯呀？啊，他平时喜欢鼓捣些花花草草的，还有就是特别爱干净。花花草草。掌柜，方便您带我们去您后院看看吗？这个位置刚好可以看到死者的房间。那如果那天有人想要从这儿搬运尸体的话，就必须要先确保这个院子没有人。而且忙碌的杂役他不能说出去。走那如果这件事情想要绝对的万无一失的话，各位，那这个人其实就是杂役他自己。是你杀的不丹。剑心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别动！跟我回大理寺。他中了血毒，该求饶的是你们。天神血火，普照苍穹，祭蒙此光，永驻乾坤！奇怪，这毒液无色无味，我未曾见过。大人，身上全是厌食的粉末，厌食易于炎黄。曾胜，刀，跟我来。曾胜，去找根树枝。给，一会儿别喊出声，弄昏过去，我可不负责扛你。给我拿开！我但凡叫一声，你以后就是我义父了。血毒我有所耳闻，现在只是将它暂时封堵，短时间内不易扩散到全身。不过，这只是权宜之计，不能根除。无妨，我定会找到背后之人。咱们回去吧，再不走就宵禁了。我可不想住在这儿。走。不要！鬼啊！鬼！大人，不好，大人，发生什么了？有鬼！一个没有脸的妖怪！有鬼！有鬼！胡说！朗朗乾坤之下哪来的鬼？一个没有脸的妖怪，刚刚就这样飘过来了。这就是你说的没脸的妖怪？奇怪了，刚才确实没脸啊。伤口一致，都是嗜血过多而死。这具尸体和别的尸体不大一样，别的尸体的血都被抽干了，而这具尸体还残留着大量的血液。我们离开酒楼，
不到半个时辰。这样算来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凶手。这名死者伤得不轻了，却依然能够使用轻功，可见功夫出神入化。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轻功，江湖上还有这等人物？道行大师的轻功很是了得。我听说他有一个女儿，自幼天赋异禀，继承了他的衣钵。他们露出马脚了。大人，得到信息发现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剑心兄弟，鬼是我之前怎么没听说过？你去过吗？哪儿那么多话？爱去不去？什么情况？剑心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无碍，剑没伤到。真没想到，1日之内，你竟救了我2次。胡某，欠你一条命。胡大人，说不定未来哪天，我真的让你还。好，只要不违背道义和原则，你尽可以提条件。开个玩笑，胡大人不必太在意。好，这到底是谁要刺杀我呢？这支箭跟之前射入大理寺的那支形制是一样的，这是雀鹰的羽鸡。雀鸟通常都饲养在城北的萧山、军备司的老巢，估计是某些早就看不惯大理寺的贪官污吏，要趁机除掉我。看来大人在朝堂上面也不大会做人。你鼻子灵，你闻闻。哎呦，我又不是狗，你说让我闻我就闻。剑行贤弟，你都救了我2次命了，咱们是生死兄弟呀！啊，闻闻吧，啊，乖，闻出线索也好有防备啊，对吧？应该是华母。华母，
扬州军备库5年前失窃的那批剑。刚才的刺客，或许就是当年的偷剑贼之一。你想多了，仅凭一支断剑说明不了什么。况且这个剑都丢了5年了，也不知道转手多少次了。说的有道理。可今晚上我们去鬼市，纯属偶然呐。不止刺杀，起码有1刻钟，可见对方时刻在监视着我们。哎，大人，这个刺杀案就算被你破了，也没什么奖励。可是凤凰案呢？凤凰案再不破，麻烦可就大了。等等我！这里就是鬼市了，都是一些走投无路之人的汇聚地。吴大人，这里瘴气横生，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迷晕，小心。难怪，那这里也算是易守难攻了。啊，对了，你对这儿怎么这么了解啊？朝堂之上的事情，我没你清楚。不过在江湖上，我知道的一定比你多。就这么笃定？当然，要是没有我，你在这片鬼市里绝对找不到倒行逆施的。看来你是小瞧我跟人打交道的能力了。打个赌，2两银子。这位大爷，请问倒行逆施2位天师住在哪里啊？胡大人，他是不会告诉你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些都是见不得光的人，被通缉的，有仇家的，无处可去的，就你一生面孔，万一是来寻仇的，他岂不是害了我？看来你是这儿的熟人了。胡弟，哎呀，胡弟，听说过。3年前，在江湖上陆续出现了5位武功极高的侠客，被人们并称为武帝。没想到你就是其中之一，厉害，厉害呀！过奖了。倒行逆施在何处？胡弟，小的领你去啊！走走走。你是因为这个鼻子很灵才叫胡弟的吗？江湖谬赞。不过我的能力不仅仅是鼻子。你这个面具是在哪儿做的？明天我让曾胜也给我来一个。这材质乃是西域玄铁，天下罕有，仿造不了。胡大人，我可要提醒你，不要轻易冒充武帝，小心引来杀身之祸。这个。
叫。比武擂台现在开始。借口，谢谢。这位就是道行逆师吧？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擂台每月1次，如果我们赢了，就可以让3眼妖道把我们想找的人请过来。3眼妖道？对，传说他有3只眼睛。以我的经验啊，占卜不适合用在禅机胸上。反正现在也没线索，让他算算合法。胜负已分，胜者归书生。下面还有挑战者吗？可你毕竟有伤在身，不适合再打擂台啊。不是还有你吗？胡大人，该上场了。好，选手已入场，比赛开始。这玩笑可开大了，我可不会打擂台。阁下善使什么兵器？在下不善使兵器啊。用我的剑。接着。你不是还欠我1条命了吗？我误会，我认输。哎，在鬼市哪有认输的道理？既然上来了，你就是我的对手。这是最后一场，只要打赢我，你可就是擂主了。咱们点到为止吧，贤弟。好，那我们就点到为止。阁下好功夫，没想到深藏不露，我输了。胜负已分，胜负已分，胜者是金鸡大侠。快，带我们去见人啊！是。怎么回事？老朋友，走个过场罢了。你就不能提前说一声吗？哎，你看我这个鸡飞蛋打怎么样？嘿嘿。打赢了擂台，还使了诈。反正只要合您的规矩不就行了吗？不会不给散吧？徒弟真会说笑。您来问我，我怎么敢不打？还谈什么规矩？你又认识？老朋友了。那你为什么让我打擂台？朋友归朋友，但人家的规矩也得遵守吧。既然是你的朋友，这规矩怎么不是你守？这擂台怎么不是你打？你们想问什么？凤凰案背后的真凶到底是谁？你们所要找的人乃是穿红袍、戴面具。戴面具，穿红袍，戴面具，什么意思啊？在江湖上，像你这样戴面具的人多吗？武帝行走江湖，都是以面具示人。江湖上的人，只识面具不识人。难道说是武帝其中的某个？受害者的家属你问了吗？道长，道行逆师2位前辈
您方便？儿女我是，踏了杀，谁是地道？断腕10岁他，把药定因我。天师刚才说是我女儿，到底是谁杀了她？他一定要让这个人碎尸万段。你是大师，为什么这么说话？魔入火，走宫炼，正一后。这句我好像听明白了。早炼不是那个走火入魔，后遗症是吧？但令爱在江湖上有没有跟谁结过什么仇啊？这过起提儿女、教神血和法大玉血。我女儿提起过血域大法和血神教。血神教，你听说过吗？那看来突破口在这儿了。那些死者的身上都有种浓郁的血腥味儿，看来他们死前是在一个满是血的地方待过。对了，女儿之前提起过，她发现一派邪教要害人，她说需要调查，我都劝她不要再多管闲事了。没想到，二位，请节哀。凶手所用的凶器，应该也是鹰嘴钩。天神血火，普照苍穹，既蒙此光，永驻乾坤。天神血火，普照苍穹，既蒙此光。令爱负伤后，本已逃离险境，却因为凶器上沾有血毒，令血液无法凝结，失血过多，最后死在了大理寺的门口。怎么会？斯人已逝，还望二位节哀顺变。这柄纯阳剑是在令爱身边找到的，现在归还给二位。这剑你留下吧，还望胡帝大人能携此宝剑，手刃凶手，替我们报丧女之仇。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。你看看啊，掂量这个东西，别的地方找不着这成色的。看来，正如道行和逆师所说，凶手跟血神教有关。他们需要大量的血液，接下来一定还会有死者出现。和三眼道人说的红袍子也对上。总算是有些眉目了。审讯的迷香。哎，胡大人，这瘴气这么多，别被迷晕了。哼，放心，我早有准备。哼哼。胡正义，胡正义，看看啊，掂量这个东西，别的地方找不着这成色的。胡正义，胡正义。我在别的地方见到好几个一样的好东西。这个在这个。
没事吧？查好胆说。你刚才为什么要替他挡箭？多好的机会啊！我现在就杀了他。还不是时候。胡正义要帮我查当年的李家旧案，我倒要看看他能找出什么名堂来。本来就是他干的，还有什么可查的？你千里迢迢的来神都，不就是为了报仇吗？没错，这张脸我记忆犹深，但是当年我不知道他是谁。我们好不容易查到了这个线索，当时在酒楼的时候，我第一眼就认出了他。我要的不是他的命，而是背后的真相。他当年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背后主谋是谁？我爹到底有没有叛国？这一切都是需要调查的。我知道了。不过这狗贼奸猾得很，你现在是羊入虎口，一定要万事小心。放心，我会注意的。倒是你，别再贸然行动了。知道了，听你的。鬼书生见过胡弟。刚刚和胡正义比试的时候，他到底是真不会功夫，还是装的？胡正义关节僵硬且筋骨疲软，不像是习武之人。你让鬼书生专门从瑶州过来测他？再会隐瞒的武林高手，那也瞒不过鬼书生啊。那倘若刚刚在打斗中，胡正义真的显露了武学呢？那就不必再和他周旋了。他的性命将会终结在这片鬼市里。胡大人，胡大人，胡大人上朝了。臣。是怎么回事？鬼市瘴气，胡大人口气倒是不小，结果挡这儿了。只可惜我这命啊，也不知道还能硬几天了。少矫情了，走吧。哎呀，我和你们说什么来着？我堂堂洛阳第一神捕，小小一个凤凰，嘿！大人，还得是这么。大人，我抓到了，我抓到凤凰了。这哪里是什么凤凰呀？这明明是只鸡呀！这明明就是凤凰。小曾啊，我看你抓凤凰是抓魔怔了，连烧鸡都能当凤凰。大人您看清了，看再清，这也是只鸡。待会儿加餐。大人最喜欢吃的就是鸡了。好鸡，好鸡呀！大人，味道不错啊，不愧是洛阳第一神捕，这抓鸡的本事倒是一流。那也是我做的好吃。甜甜，你在做这只鸡的时候用了什么工具？这个
这不是切尸体的刀吗？你猜对了，鸡肉也是鸡的尸体嘛，再也没有比我这把刀更适合切尸体的了。有道理。接着吃。吃。金星大哥，这个鸡腿给你吃，好吃你就多吃点，吃好了才有干劲茶。谢谢。大理寺查不到的，你凭什么能查到？吃饱了才有力气查案。甜甜，你不爱吃鸡腿的话，你就吃鸡翅吧，这是曾大哥专门给你留的。谢谢曾哥。建勋大哥，鸡翅给你，你最近查案辛苦了，多吃点，补补营养。他有什么好辛苦的？我至少一直在外面，他连只鸡都抓不到。对，你最辛苦了，我哪有有什么证据啊？你看见了？不闻着？你的头发丝里有大量罗勒叶的味道，那是赌坊老板为了让客人提神醒脑，特意点。大家好好想想，赌坊里面人多不通风。这衣服上有大量的汗渍味儿。这衣服上的汗味儿，说明我不爱洗澡。那罗勒叶是我个人爱好。说的确实有道理。你们来看，这脚底板下面是赌坊里空气，手上是大理寺墙灰的勒痕。这还不足以说明你是半夜去了赌坊，天亮之后翻墙进入大理寺的吗？那就算你说的是对的，你怎么能证明我输钱了？这个我随意猜的。看你脾气那么大，估计也是个逢赌必输的人吗？怎么又是小？三把都是小，你再来！大人，我肚子有点疼，我先去趟茅房。你们先吃啊！哎呦我怎么感觉这个味道有点怪怪的？什么怪怪的啊？你看，这是还没消化的香樟叶和樟树种子。还没消化的粪便啊！这是大叶香樟。大叶香樟、血神胶、凤凰案，所有的事情全部联系到一起了。那天我循着味道追到了择善坊，择善坊的后面是福善坊，大叶香樟的仓库就在福善坊内，而盗画坊也距离福善坊非常的近。大叶香樟在运到仓库时是有叶子的，而这些叶子会在仓库处理掉，木材再运到大福仙寺。所以假凤凰想要吃到大叶香樟的叶子，全洛阳场务只有这个仓库有。我认识这种假凤凰，它叫赤灵鸡，说是鸡，实则为鸟，外貌像极了凤凰。之前的凤凰祥瑞，恐怕用了同样的手段，不过现在染上了人命，变成了不祥的征兆。
能把鸡包装成凤凰，这个人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？几年前，有一桩奇事，在神都颇为轰动。各位看官，现在到了我们戏法班最精彩的节目——火焰鹦鹉。火焰鹦鹉？什么是火焰鹦鹉？这是各位睁大眼，千万不要眨眼，看好了。好厉害呀！真厉害！飞了！